各位亲爱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大家好。您是不是有想过一个问题？我们常常听到癌症这两个字，心里就会咯噔一下，觉得它很可怕、很强大，好像我们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但如果今天佳琪告诉您，癌细胞它其实非常的挑食，甚至可以说它有一个致命的饮食弱点呢？您再想深一层，如果我们能够精准地知道它的菜单上都写了些什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反过来故意不给它想吃的东西，让它在我们身体里自己慢慢的挨饿，甚至衰弱下去呢？这个想法听起来是不是很颠覆，但又充满了希望？大家好，我是佳琪。身为一个常年专注在健康养生领域的专家，我看过太多朋友长辈因为对疾病的未知而感到深深的恐惧。所以今天我不是要来吓唬大家，我是特别想跟各位分享这个重要的观念，一个能让我们透过每天最平凡的三餐，用充满智慧的方式，把健康的主动权重新牢牢地抓回到我们自己手上的方法。好，那您心里一定会想问，佳琪要饿死癌细胞，我们总得先知道它和我们身体里那些辛勤工作的好细胞吃的东西到底有什么天差地别吧？问得好，这个差别就是我们整个健康策略最核心、最重要的科学基础。只要您听懂了接下来这几分钟，您就等于掌握了最重要的秘密武器。请您在脑海里想象两种车子。第一种车是我们身体里千万个正常的健康的好细胞，它就像一台最新科技的油电混合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非常聪明，非常灵活。当你给它电，也就是我们吃饭吃面得来的葡萄糖时，它可以用电跑得很好。可是当你没有电的时候，你给它加油，也就是我们饮食中的脂肪，它照样能把油烧得很好，转换成能量，让身体继续运作。这台车适应力很强，不管什么燃料，它都能有效利用，让我们身体充满活力。好，记住这台聪明的油电混合车哦。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种车，就是我们最不欢迎的坏细胞——癌细胞。它像什么呢？它不像油电混合车，它反而像一台非常古老、非常耗油，而且极度挑食的怪兽卡车。这台怪兽卡车，它有一个致命的毛病，就是它几乎只吃一种燃料，那就是糖，也就是葡萄糖。你给它最高级的汽油，也就是优质的脂肪，它几乎完全不会用，它就只认糖。而且它的吃法非常没有效率，又非常浪费。科学家早就发现了一个现象，叫做瓦氏效应。这个效应简单来说就是，癌细胞消耗葡萄糖的速度还数量是我们正常细胞的足20倍以上。20倍是什么概念？这就像我们的好细胞是坐下来细嚼面咽吃一碗饭就饱了，懂得节约。但癌细胞这个坏东西呢，它不是在吃饭，它是在用盆子灌食。你给它一碗糖，它瞬间就吞下去，还大声嚷嚷就不够，它一次就要吞掉20万。它就是一个失控的、极度贪婪的糖分黑洞。它会把我们吃进身体的糖分疯狂地抢走，让好细胞得不到足够的营养，而它自己却不断地野蛮生长扩张。脂肪呢，它弃之如敝屣，几乎碰都不碰。您以前听过癌细胞只爱吃糖这种说法吗？不管有没有，都欢迎您在下方的留言区分享一下您的看法，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哦。好，听到这里，各位聪明的大哥大姐，我想您已经抓到重点了。既然我们知道了癌细胞这个最大的致命的弱点，就是它极度依赖糖分，那我们的反击策略是不是就非常明确了？就像上战场打仗一样，对付这种只依赖单一补给线的敌人，最高明的一招就是4个字：短期粮草，把它的食物来源给切断。
但这时候新的问题就来了，很多朋友会担心，佳琪不吃饭不吃淀粉哪有力气啊？这样不是连好细胞都一起饿到了吗？这就是这个策略最聪明最核心的地方。我们不是要您节食，更不是要您饿肚子，我们要做的是更换燃料。您还记得吗？我们的好细胞是什么？是油电混合车啊。当我们把糖这个燃料拿掉的时候，它会很聪明地切换系统，开始去燃烧脂肪这个更干净更持久的燃料。身体不但不会没力气，反而会进入一个更稳定的运作模式。可是癌细胞那台只吃糖的怪兽卡车呢？当它发现平常源源不绝的糖分供应突然之间没了，或者变得非常非常少，它会怎么样？它就傻了，它就慌了，它就没戏唱了。这就是我们整个健康保卫战的最高指导原则。现在我们就来谈谈具体的作战计划，非常简单，请您记住，我们要戒掉3样东西，打响这场体内的健康保卫战。这第一戒也是最重要的一戒，就是要戒掉癌细胞的主食，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大量的精致淀粉。什么是精致淀粉？我讲具体一点，您就明白了。我们台湾人最习惯的，每天都要吃的白米饭、白面条、白馒头、面包，这些都算。还不止这些哦，我来帮大家数一数，看看我们一天当中不知不觉会吃下多少。早餐您可能会吃烧饼、油条、饭团或是几片吐司。到了中午，最方便的排骨便当、鸡腿便当，下面铺着满满的白饭，或者是那一碗热腾腾的牛肉面、阳春面。下午如果肚子饿，来片凤梨酥、绿豆椪或是葱油饼当点心。晚餐呢，可能是一碗暖乎乎的米粉汤、肉羹面，甚至是去夜市吃的蚵仔面线、大肠包小肠。各位大哥大姐，我刚刚念的这些是不是都很熟悉？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残酷的现实是，所有这些精致淀粉吃进我们的肚子里，经过消化系统，都会非常非常快速地转化成最纯粹的葡萄糖。这等于什么？这就等于我们亲手把一桶又一桶最高纯度的燃料，直接送进了癌细胞那台怪兽卡车的油箱里。我们每一口吃下去，都是在给敌人喂饭，都是在为敌人补充弹药。我们一边希望身体健康，却又一边做着喂养敌人的事情，这不是很矛盾吗？所以第一步就是要下定决心，大幅度减少这些精致淀粉的摄取，这是切断癌细胞主要粮草的关键第一刀。好，接下来是第2戒。这一戒我们要戒掉一个更隐蔽、更可怕的杀手，它的名字叫做果糖。很多朋友一听到果糖就觉得水果的糖很天然、很健康啊。这句话在50年前可能是对的，但在今天恐怕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我想请各位回想一下，您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吃的那个芭乐、土芭乐，是不是闻起来特别香，吃起来脆脆的，但那个甜味是淡淡的、清香的？您再看看现在我们去市场买的什么珍珠芭乐、牛奶芭乐，是不是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甜？那个甜有时候是直接冲到脑门的甜，对不对？这就是几十年来农业技术不断改良的结果。我们的水果被育种到甜度越来越高，高到不自然的地步。这种超高的果糖含量对我们的身体，尤其是肝脏，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更不要说比水果更可怕的是那些液态果糖。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人手一杯的手摇饮，里面加的那个高果糖糖浆，成本极低，甜度又极高，是现代加工食品的宠儿。还有就是我们以为很健康的现榨果汁。我一定要在这边郑重地告诉大家一个观念，喝果汁绝对不等于吃水果。
为什么？我举个例子您就懂了。您在家里榨一杯300cc 的柳橙汁，您知道大概需要几颗柳橙吗？至少要5到6颗。您平常一次能吃得下5、6颗柳橙吗？很难吧？但是喝一杯果汁，轻轻松松就下肚了。这中间最大的差别是，您吃下了5、6颗柳橙全部的糖分，但是却丢掉了水果中最宝贵的膳食纤维。纤维可以延缓糖分的吸收，而没有了纤维的果糖，就像脱缰的野马，会以最快的速度全部冲向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身体设计很奇妙，只有肝脏能够代谢果糖。当大量的果糖瞬间涌入，肝脏根本来不及处理，它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些多余的果糖全部打包转化成脂肪储存起来。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非酒精性脂肪肝。肝脏一旦泡在油里，它的功能就会下降，整个身体的代谢系统就会开始出问题。这种湿热、充满发炎因子的体内环境，恰恰就是癌细胞最喜欢、最适合它生长的温床。所以戒掉过甜的水果，特别是戒掉任何含糖饮料和果汁，就是釜底抽薪，不给癌细胞创造它喜欢的居住环境。最后第3戒，这一戒可能又要颠覆很多人的观念了。我们要戒的不是油，而是用错的油。同时，我们要为一个被污名化了几十年的好东西平反一下，那就是好的脂肪。我晓得，过去几十年，我们一直被教育说，猪油、牛油这些动物油是饱和脂肪，不健康，会造成心血管疾病。要多吃植物油，像是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这些才对身体好。这个观念在今天看来是有很大问题的。问题出在哪？出在我们的烹饪方式。我想请在座的妈妈们、阿嬷们想一想，我们中式料理最常用的烹饪方法是什么？是不是大火快炒、煎，甚至是炸？这些烹饪方式的温度都非常非常高。而大豆油、玉米油这些植物种子油，它们的化学结构叫做多元不饱和脂肪，听起来很健康，但它有一个天生的致命的缺点，就是非常不稳定，非常不耐高温。你把它倒进热锅里，大火一催，它很快就会氧化裂变，产生出一大堆对身体有害的物质。我们等于是花钱买了我们以为健康的油，结果在厨房里亲手把它变成了毒药，然后再吃进肚子里。那什么样的油才适合高温烹饪呢？答案可能就藏在我们阿嬷的智慧里。各位大哥大姐，您闭上眼睛回想一下，我们小时候阿嬷的那个灶角厨房，是不是常常有一个陶瓷的油罐子，里面装着雪白色的猪油，上面可能还贴着一个红色的福字。不管炒什么菜，阿嬷都习惯挖一匙猪油下去，那个香气是不是我们童年最温暖的记忆之一？那个年代大家都是用猪油炒菜，也没有听说现在这么多奇奇怪怪的文明病，对不对？猪油、椰子油这类的饱和脂肪，它们的化学性质天生就非常稳定，非常耐高温。你用它来煎鱼炒菜，它不容易变质，不会产生那么多有害物质，它才是我们中式料理高温烹饪的好朋友。我们身体的好细胞，那台油电混合车也非常喜欢燃烧这种干净的优质的脂肪作为燃料。所以这第3戒就是请大家重新审视家里的用油，高温烹饪时勇敢地把那些不稳定的大豆油、玉米油换掉，换成我们老祖宗用了几千年的猪油，或是稳定的椰子油、苦茶油。这一步是为我们的健康保卫战提供最优质的后勤补给。讲到这里，可能有些朋友心里会想，佳琪，你说的这3戒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做起来是不是很难？真的会有效果吗？我想跟您分享一个就发生在我身边一位好朋友的真实故事。这位朋友在几年前被医生诊断出胰脏长了一种比较少见的肿瘤，叫做胰腺神经内分泌瘤。
当时他跟所有人一样，非常震惊，也非常恐惧。在接受正规医疗的同时，他开始深入研究，并且非常严格地执行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套饮食原则。前阵子我们见面，我问他，这几年下来，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他想了想，告诉我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佳琪，对我来说，最大的改变不是身体上的数据，而是我心里的那份安定感。他说，以前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等待宣判的犯人，每天活在恐惧里，只能被动地等待医生的检查报告。但是当他理解了癌细胞的弱点，懂得了饮食的原理之后，他觉得他从一个犯人变成了自己身体的将军。他每天在餐桌上的每一个选择，都像是在为自己的身体部署一道坚实的防线。他夹起一块肉，一盘青菜，他心里知道，这顿饭是给我的好细胞吃的，不是给坏细胞吃的。就是这种我还能为自己做点什么的感觉，这种把主动权拿回自己手上的感觉，给了他无比巨大的力量。他说，知识给了他面对疾病的勇气，而行动则让他摆脱了对未知的恐惧。我今天分享这个故事，是想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所谈论的一切，它不是什么短期见效的特效药，它更像是一种需要我们长期去理解、去实践，与我们身体和谐共处的健康智慧。我们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要去激烈的攻击什么，而是要去创造一个环境，一个让我们的正常好细胞能够茁壮成长、充满活力的体内环境，同时又让那些坏细胞觉得非常难以生存、处处受限的环境。此消彼长，健康的天秤自然就会向我们这边倾斜。健康永远始于我们的认知，而成于我们每天的行动。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和您的家人朋友有帮助，请您一定要分享出去，帮助更多您关心的人。也请您务必按下订阅，并且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佳琪未来分享更多健康的智慧时，您才不会错过。而且您知道的，有时候这种真正有用的内容，因为种种原因，可能很快就找不到了。所以现在就按下订阅并收藏起来，就是给您自己和家人一份最好的健康投资。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